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唐嫣与白鹿，神女角色的多元较量。在影视作品中，神女这一角色设定向来备受观众青睐。无论是高高在上的神性光辉，还是凡尘俗世中的情感挣扎，神女角色往往承载着超越普通角色的深度与期待。而在近年来热播的剧集中，唐嫣在《面无双》中饰演的姬檀音，与白鹿在《长月烬明》中饰演的黎苏苏，无疑成为了备受讨论的两位神女代表。她们以各自截然不同的方式，诠释了神女这一充满神秘与挑战的角色，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较量。角色设定、使命与情感的抉择。首先从角色设定来看，姬檀音和黎苏苏虽然同为神女，但在设定方向与剧情推进中，却展现出了不同的重心与取舍。姬檀音作为面无双的女主角，被赋予了极为沉重的使命感。她肩负着取回神器、拯救苍生的重大责任，身上承载的是一种近乎悲壮的使命感。为了完成使命，她甘愿舍弃个人情感，将信念置于爱情之上。这种设定使得姬檀音的人物逻辑极为清晰，始终以苍生为最大考量，情感虽有波澜，但从未动摇过她的大义担当。她的每一次抉择都体现了神女应有的格局与魄力。反观黎苏苏《长月烬明》的剧情，虽然也赋予了她阻止魔神灭世的重要使命，但剧集整体上却将大量篇幅放在了她与男主之间的情感纠葛上。恋爱线浓墨重彩，使得黎苏苏的角色逻辑出现了矛盾。明明身负拯救世界的重任，却屡次为爱妥协，甚至动摇。观众对这种设定的评价两极分化，有人觉得它更具人性温度，但也有不少声音指出，这削弱了角色作为神女应有的坚定与超然感。从角色设定的完整性与合理性来看，姬檀音无疑展现出了更为坚实的一面，而黎苏苏则在情感拉扯中失去了部分神女的神性光辉。人物内核、坚韧神性与缺失悲悯。如果说设定是角色的外壳，那么人物内核则是角色的灵魂。姬檀音的人物内核丰富而复杂，她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圣母，也不是冷酷无情的工具人，而是在使命与个人情感中不断挣扎的复杂存在。她的坚韧并非天生，而是在一次次痛苦抉择中锤炼而成。她对苍生怀有深切的悲悯，对个人命运有无奈的挣扎。这种多维度的情感，使姬檀音的神性显得更加真实且有温度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，是姬檀音在取回神器的关键时刻，亲手斩断与心上人的情缘。她流着泪，但眼中却透出坚定与决绝，既有人的脆弱，又有神的责任。这种在痛苦中坚持信念的情感深度，让角色充满了力量与感动。相比之下，黎苏苏的人物内核则显得略微单薄。虽然她也展现出了对爱与世界的双重牵挂，但在关键时刻，黎苏苏常常因个人情感而动摇，缺乏一种应有的神女悲悯。神女作为拯救苍生的存在，本应怀有广博的同情心与牺牲精神，但黎苏苏的人物塑造更多地集中在对爱情的执着上，导致角色在格局与深度上有所欠缺，难以撑起神女应有的厚重感。演技表现、细腻层次与灵动刻画。除了角色设定与人物内核，演员的演技表现同样是影响角色塑造的重要因素。唐嫣凭借多年的表演经验，在《面无双》中展现出了极为细腻的情感层次。她通过眼神、微表情、肢体动作，将姬檀音复杂的内心世界细腻地呈现出来。在面对命运选择时，她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，一个压抑又决绝的眼神，足以让观众感受到角色内心撕裂的痛苦与坚定。尤其在宿命感极强的场景中，
唐嫣的情绪控制极为精准，既不过度煽情，又能恰到好处地打动人心。而白鹿则用自己特有的灵动气质，为黎苏苏注入了青春与生命力。她擅长通过细节展现人物的可爱与挣扎，比如一抬眉、一撇嘴，白鹿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黎苏苏的真挚情感，让角色显得鲜活而真实。在处理黎苏苏与男主的感情线时，白鹿展现出了少女般的纯真与执着，感染力十足，令观众对角色产生强烈的共鸣。可以说，唐嫣与白鹿虽然风格不同，但都展现了极高水准的表演功力。唐嫣以细腻沉稳取胜，白鹿则以灵动自然打动人心。形象气质、古典韵味与现代灵动。形象气质也是演员诠释神女角色的重要加分项。唐嫣自带古典韵味，她的长相与气质本身就自带一种温婉端庄、优雅大气的感觉。在《念无双》中，无论是凤冠霞帔的隆重装扮，还是素衣轻纱的朴素造型，唐嫣都能展现出神女应有的庄重与飘逸。她的一举一动、抬手投足间，都流露出一种沉静从容的气场，使得姬檀音这个角色在视觉上就已经令人信服。而白鹿则代表了另一种美学——现代灵动感。她的长相清新，气质活泼，赋予了黎苏苏更多的生动与亲切感。在神女入凡尘的设定中，白鹿那种自然不做作的灵动气质，恰好弥补了角色的人性化需求，使观众更容易带入角色的情感体验。从整体气质来看，唐嫣更适合诠释传统意义上的高阶神女，而白鹿则为神女赋予了更多人间烟火气。两种风格各有千秋，各自绽放光彩。综合对比，谁能更胜一筹？将角色设定、人物内核、演技表现与形象气质综合考量后，不难发现，唐嫣与白鹿虽然都在神女角色上交出了精彩答卷，但在整体完成度与角色深度上，唐嫣的姬檀音无疑更为突出。首先，从角色设定的合理性与完整性来说，姬檀音的设定更符合神女的应有逻辑。她的信念与情感之间的张力，让角色充满了戏剧张力与情感厚度，能够打动人心。其次，从人物内核来看，姬檀音展现出的悲悯与坚定，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神女形象。相比之下，黎苏苏虽灵动可爱，但在深度塑造上略显不足。再从演技表现来说，唐嫣用细腻与克制为角色注入了更多沉稳厚重的质感，而白鹿的灵动虽然可爱，但在某些情感爆发的戏份中，情绪张力略逊一筹。最后，从形象气质来看，唐嫣的古典韵味无疑更契合传统神女形象，给人以一种超然脱俗之感。白鹿虽然灵动出彩，但某些过于生活化的细节处理，稍稍削弱了角色的神圣感。因此，综合来看，唐嫣在神女角色的塑造上略胜一筹，呈现出了更高的完成度与艺术感染力。结语：多元诠释，百花齐放。当然，无论是唐嫣的姬檀音，还是白鹿的黎苏苏，他们都为神女这一角色类型带来了新的可能性。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诠释，共同推动了影视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多元发展。唐嫣用沉稳细腻诠释了神女的悲壮与大义，而白鹿则用灵动与亲和为神女注入了人性的温暖与活力。两者在不同维度上各自绽放光彩，丰富了观众对神女角色的想象。在未来的影视作品中，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更多这样不同风格、不同气质的神女角色出现，让这一角色类型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魅力。